大家好，我是柯侯，欢迎来到我的紫微斗数教学频道。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天同星。那天同星在书上的描述呢是，有天同星的人呢，他性情会非常的温和，有机智啊，温文尔雅，好文学，理想高，比较不务实。但是其实核心逻辑就两点。第一个，他是一个人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一种指向标。第二点就是他是一个人感性思维能力的一个指向标，他到底是强还是弱其实就影响到一个人了。比如说他如果说这个亮度是什么妙望德的这种情况呢，那可能他的这个同情心同理心的能力就会很强，他就非常的善良。但如果说他是落陷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他心压亮度不够的这种情况，那反而就会显示这个人是比较冷酷无情的，比较没有同情心，也没有这种换位思考的能力那就会有这种情况出现。那么他也代表一个人感性思维的能力的一个指向标嘛。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的天同星处于妙望的情况，那这个人思维会非常感性化，甚至你看场电影都会从头哭到尾就是有一种那种太感性的那种情况。那如果说这个天同星它是落陷的呢，就会显得这个人特别的冷酷就是他的思维方式会偏向于理性化，就没有这么的感性的东西了。所以说他还是有好有坏吧。而且天同星呢，它还代表你是不是能够认可别人。你天同星比较妙望的人，他通常来说会比较容易认可别人，而天同星化忌的人呢，就有点就是觉得别人都是错的，别人有问题，他就不太认同别人，他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呢，我借一些案例带领大家去深入的学习一下这个天同星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亮度它是怎样一种不同的表达。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案例里面天同星在迁移宫，然后它的亮度是平就是既不好也不坏，就代表这个人可能他具备一定最基础的同情心最基础的这种感性化的意识，但是他并不强烈，并不会影响到他整个人的这种大局所以这个人我们可以理解为他还是偏理性的，但是他还是有一点点感性，但是整体来说会偏理性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他去做事情的时候，对吧？这个迁移宫代表一个人做事情的时候，或者说他出门在外结交朋友的时候，他天同星是平，就他不会特别的被感动，哪怕被别人帮助他也不会马上感恩戴德，是属于偏理性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说他的迁移宫是那种妙望的，那这个人基本上就是做任何事情很容易被感动如果说是落陷呢，就是做什么事情或者别人为他做什么事情都是白眼狼，狼心狗肺的一点知恩图报的心都没有他就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然后我们看第二个天同星它在福德宫这个格局呢就比较特殊。首先它的亮度利就是也是不好不坏的那种情况，有点看酒下菜的那种感觉，看人说话看酒下菜，审时度势，比较势利嘛但是它旁边有一颗天梁星是妙望的，而且还化禄，所以这个宫位其实它的主导的星曜是这个天梁星，天梁星的能量会比它大得多。所以说天梁星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慈善的比较好的一个星曜，它又妙望又化禄，就带动了这个天同星往好的一方面去发展了。所以说这个天同星虽然说亮度不够，但是我们可以基本上把它等同于亮度还是比较够的这种情况去断。所以这个人是又善良又感性化，然后呢又愿意帮助别人，又能够换位思考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格局了。好，我们看下一个。那下一个情况呢，这个也是双星同亮，天同妙望太阴也是妙望然后呢化禄又化在天同上面，那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是非常的感性化的，就是刚才我说的稍微生活当中有一点点那种能让人感动的东西，他的同情心泛滥感性化意识整天就是被感动的哭起来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我们看第四个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人的天同星他是妙望的，但是化忌，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他妙望就代表了这个人其实非常有同理心，也有这种换位思考的能力，然后也感性化，但是却有个画技。画技其实就是代表一个他的方向性被框选出来了。我用小孩子吃东西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吃东西吃得好的孩子，吃得多的孩子来说，长得就会特别的壮身体就会比较好。而那些不太喜欢吃饭的，整天饿肚子，对吧？怎么喂他也吃不进去的，他就会显得很瘦小。相当于你天同星妙望的，就是那种很会吃饭的孩子嘛。那个天同星落陷的呢，就是很不怎么吃饭的孩子。那天同星妙望化忌呢，就那种挑食的孩子。比如这个孩子，他就喜欢吃肯德基，你天天带他吃肯德基，吃若干年，他是绝对不会腻的。给他点多少他就吃多少。但是你给他吃一些什么清水白菜呀，或者说家庭一些中式家庭料理一些比较有营养的东西，不是垃圾食品，他就根本吃不下去他就会显得比较挑食。所以说天同星化忌呢，就代表他认同的人可能是某一类比较特立独行的，比如说全身都是纹身的呀，或者说生活当中那些非主流的人士他就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了，代表他的喜好会和别人都不一样。还有让他感性的，对吧？让他感动的点可能也不太一样比如说没有这个化忌的呢，是看那些言情片，对吧？爱情片看哭了，结果呢，他这个天同星化忌，他就看战争片看战争片看哭了，而且不是被吓哭，是被感动的哭了。他的笑点也好，他的泪点也好，和正常人他就完全不一样，不在一个地方喜好的完全都不一样，他就会出现这种很神奇的、很有趣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好，我们看第5个案例第5个案例呢，它就属于你看，它是落陷化禄。那它到底算好还是算不好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刚才的那个小孩子吃饭的来举个例子。就这个孩子其实他什么饭都很难吃得下去的，只有肯德基他能够吃下去一点点，但是也只是一点点，勉强可以下口。但是他也吃不多，就是肯德基让他勉强到能活着，但其他所有的一些都吃不下去，也就整体来说还是不行的。所以说这个四化呀，你化权、化禄、化科，你遇到这种落陷的主星，其实你也没辙，你只能让他不那么坏而已。你说让他变得完全好起来不可能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看这个星耀亮度本身，它就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看第6个案例第6个案例呢，就是天同星平，就不好不坏的，然后化忌，就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平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落陷来看，对吧？总之它不亮，不亮就代表这个人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呢，就不认同别人非常冷酷无情。然后再化忌，那就代表他会有一种怎么说呢，就反社会的人格。他觉得这个社会上所有人都来害他，所有人都有错，所有人做的东西都会不对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以后我们看见一个人天同星落陷还化忌的，离远一点那这个人肯定思维方面有些问题的。好，我们看第7个案例。那第7个案例里面呢，它其实是一个特殊的格局，就是当天同星和巨门星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它一定是一个不亮的状态，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其实就是一个落陷的状态了。那我之前其实有讲过这个巨门星，它代表的是一个人的这种滤镜美颜，它这是落陷的情况，就是它本身就代表了一个人怎么说呢，他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就会比较负面。然后你再加上一个不亮的天同星放在这个地方，那他看待不只是看待这个世界是灰暗的，他看待人也是灰暗的。他看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活的死的所有的东西，小动物也好，对吧？什么也好，全是负面的东西，全部是仇视的东西，那其实就非常非常的差非常非常差，就有很大的问题。像天同星和巨门星，如果说他在一起，同时在你的福德宫或者在命宫的，那这样的人其实这一辈子过得不开心的，会有强烈的反社会人格，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所以说是很可怕的一个格局。好，希望今天这个课程可以很好的帮助到大家去理解天同星。咱们下期节目再见。